我呢，奉劝现在的女生谈恋爱啊，一定不要手心朝上了，好不好？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呢？为什么你的恋爱周期总是很短？为什么优质的男人他不跟你结婚？当你伸手拿开口要的那一刻，你知道男人是怎么想的吗？男人觉得礼物和爱都不是伸手去要的，他们主动给你的那是偏爱，你伸手要的那是施舍啊。没有人会不懂浪漫的，只是啊，看他愿不愿意对你用心，你值不值得他去做。所以咱们要明白哈，爱和敷衍它是两码事儿，仪式感和穷是没有关系的。爱你的人呢，总怕给你不够，而不爱你的人呢，生怕你要的太多了。男生们也是要明白一个道理的，一个正常的有教养的好女人呐，她在意的从来不是礼物和转账本身，她在意的真的就是一个男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所能给予的态度和细节，那是一种很珍贵的感动。其实那点钱他自己可能也有啊，那些礼物呢他自己也买得起，只是啊你给他的和他自己买的真的是两码事儿。你送的那叫幸福感，他自己买的那叫优越感。我不反对那句话哈，男人的心在哪里啊，钱一定花在哪里。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男人说哈，我这辈子只给3个女人花钱，我妈、我老婆、我女儿。没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被自己的男人宠爱着哈。有的时候呢，他不提钱，那不代表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是啊，他会觉得伸手要来的东西啊就没有价值。如果要了还要不到，那更是一种人格上的贬低了。所以男生也要记住一个真理哈，就是一个好女人啊，并不是谁的钱她都会去花的，谁的礼物她都会要的，她一定是啊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啊才会接受你的付出。如果她不爱你不喜欢你，那你连给她花钱的资格都不会有的。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呢？大龄剩男凭什么啊就能娶到年轻漂亮的女孩呢？人家年轻漂亮女孩又凭什么要嫁给一个老男人呢？这个就是最近一个啊88年的女粉丝啊，她私信我问的问题。我觉得她问错了人啊，你应该去问那些年轻漂亮女孩啊，她会得到一个令她惊掉下巴的答案，那就是她的要求跟这些年轻漂亮女生是一样的，所以她是竞争不过人家的啊。她跟我说哈，最近跟一个85年的男生相亲嘛，对方呢说他要求太高了，按照他提的这个要求啊，如果男的能达到的话，现在跟他相亲的就不是他了。事实上啊，有很多事业有成的大龄剩男哈，人家已经娶了20多岁的年轻姑娘了。我真的非常建议他哈，去问问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为什么愿意嫁给那些大龄剩男。所以呢，符合你的择偶标准的那些大龄剩男啊，他们也符合20多岁的年轻姑娘，所以他们还真的是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啊。你现在说的这位相亲男呢，他还没有娶到年轻的姑娘，说明他的自身条件啊应该是没有达到的。但是他为什么能这么自信呢？因为他知道哈，只要他的事业小有成绩啊，又愿意降低对年轻姑娘的其他标准，比如说啊，姑娘没有那么高的颜值啊，但是没关系啊，她年轻啊。比如说姑娘哈家境很一般哈，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她年轻啊。又比如说姑娘的工作很一般，收入也没有那么高，没关系啊，她年轻啊。那所以说他要娶一个年轻姑娘啊，他就不是很难的事儿，只要他有赚钱的能力啊，够大，那么他说的就能够实现。你还别不信哈，做事业永远都有翻身的可能，但是呢，花有从日开，人不可能再少年，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到年轻的时候。大家说对吗？现在有些女人哈，真的是不是魔怔了呀？年龄越大心态越不正常。今天我给一个90年的女生匹配对象哈，我给她介绍了个87年的男生，他还嫌年龄太大了，说87年的已经是油腻大叔了，生活中追求他的都是比他年纪更小的，他就没有跟大他3岁以上的男生谈过恋爱。然后呢，还给我看了几个聊天记录哈，表示呢她是很有市场的女人。那我就问他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来征婚相亲呢？他说嘛，结婚一定得找个有诚意的男人，对不对啊？不想浪费时间的。他说啊，现在1线城市的姐弟恋非常盛行的啊，他想找个弟弟啊，行不行？就准老男人找小姑娘吗？我们也可以选择找年轻帅气的弟弟啊。于是他就从我的资料库里面看到了一个又高又帅的98年的男生，就非要让我联系一下啊。那我就当着他的面哈，给这个男生就拨电话了啊。对方听完我的介绍之后啊，直接就说哈，老师，他是个大富婆吗？就算是我也不会要。你们说打不打脸吧？啊，咱到评论区聊聊呢。相亲现场又来了一波狗血哈！39岁的男士跟36岁的女士相亲，在咖啡馆里，男士开门见山问女士啊，买房了没有？女士说没有啊。又问女士买车了没有？女士说还是没有。然后呢，他又瞪大了眼睛问哈，那你有存款吗？女士说也没有。男士马上说
不好意思啊，那咱俩觉得不太合适，看在媒人是我二姨的份上啊，咱俩坐会儿啊就离开吧。女士这会儿憋了一肚子气不爽哈，说我就不明白了哈，你一个大男人来相亲，跟我这儿问这问那的，算怎么回事呀？难不成你还想跟我一个女的这儿蹭吃蹭喝吗？你的条件是比我好点，但是我是个女人好吗？女人嘛，嫁汉穿衣吃饭呀，你懂不懂啊？你凭什么这么硬气？然后男士就说哈，你今年都36岁了，工作也做了10几年了，每个月的工资吃光花光用光，就没有想过自己买房买车，也没有想过要存钱，而且你没有存款，你有安全感吗？你想的就是以后嫁个老公呗，能拿到一笔彩礼，然后呢就让老公买房买车，对吧？你书虽然读的比较多，但是你这个思想还在旧社会嘛，都什么年代了哈，早就已经提倡男女平等了，好不好？你就看看啊，我读书的时候你也在读书，对不对？我工作的时候你也在工作，我赚钱的时候呢你也在赚钱，甚至你可能赚的比我还多呢。以前女孩子啊连驾照都不会有，那现在呢不但能开滴滴，还能开动车，还能开飞机，甚至都可以做宇航员哈，开着火箭遨游太空。那国外都有女总统了呀，既然都这么平等了，那你凭什么还让我一个人去买房买车呢？所以你就是个索取型的嘛，只想拎包入住嘛，那我还有必要跟你谈下去吗？这女的马上就接过来说哈，那我是女的，我要生孩子呀，男女能真正平等吗？都说啊，女人生孩子就跑了一趟鬼门关，难道你们男的就不应该给我们一些补偿吗？这个男的说哈，别，我可不一定想要生孩子啊，你要知道你生的是孩子啊，不是生的我，对不对？你生谁你找谁补偿啊？我又不指望他给我养老。目前啊，我看到的大部分啊是养儿啃老，以后啊孩子长大了，他自己要是赚到钱，他能好好补偿你，好好孝顺你。你看哈，你生孩子承担的是生育的痛苦，我生孩子是承担的养育的恩德，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他好好孝顺咱俩就完事儿了啊！我报答你干嘛呀？我补偿你干嘛呀？我要补偿的话，我补偿我妈不好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个男的哈，真是能白活。不过你们觉得他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春节期间真的有好几对分手的我也是服了。我一问他们才知道哈，都是因为双方的家长见面啊，方方面面啊没计划好，没安排好，话没说好，事儿没办好，最后谈了个不欢而散。有个姑娘的妈妈哈，跟男方父母第一次见面，上来就各种夸自己的女儿有多优秀，还说对方男孩是哪辈子烧了高香啊修来的福气哈，能娶到他的女儿。我的妈呀！还说那是人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总之啊，话说的有多夸张就有多夸张，他家姑娘完全阻止不了他呀。最后搞得女儿很尴尬，男孩更尴尬，对方的父母呢一脸无语这天儿直接被他给聊死了。还有个姑娘的家长啊，第一次见面啊，没说跟对方聊聊家常啊，拉拉感情啊，一上来啊就开始说我们那个地方彩礼要多少钱，房产上要加上我女儿的名字婚事呢都讲究个什么什么，男方要负责什么什么弄得双方就跟两国谈判似的你说这个见面多尴尬吧那一谈钱不就没啥感情可谈了吗？让人家觉得你们这个家庭就这么现实弄得跟卖女儿似的，人家能不下头吗？我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家长第一次见面注意事项给你们避避雷吧，免得以后再踩坑了。第一，不要一上来就跟对方谈房谈车谈彩礼，打听收入和资产，因为谈钱真的伤感情。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喜欢你一张口就说钱的，虽然这是必经的一项，那也最好是放到最后再说。第二呢，见面前做好充足的准备，特别是男方的父母，你们是主动方嘛，提出邀请前计划好时间地点，买什么合适的见面礼物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安排好这次见面，千万不能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登门造访了。女方的父母虽然也是被动方，但也不能失了礼节，一样要准备见面礼，给自己的女儿撑撑门面长长脸，咱也要大大方方的。如果你家条件比男方家里好一些，千万不要表现出你有多优越第三，双方见面最好没有第三方加入只要双方父母和孩子参加就行了，千万别带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来基本上会给你搅黄了。第四呢，一些小细节要注意
比如这个时候，孩子啊最好称呼对方的父母为叔叔阿姨，双方家长称呼对方的某先生或者是职务称呼也行，不用一上来就亲家的啊，可能不太合适啊。穿着方面呢，尽量得体一些，正式一些，不要太随意了。买礼物不用太贵太好的，只要是贴心实用的啊，就会很得人心嘛。双方聊天的话题呢，最好也是轻松一些哈，以情感交流为主。第一次呢，主要是相互认识，表达对子女婚事的支持，细节呢可以放在后面谈，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谈条件啊，给对方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如果有不愉快的话题啊，孩子们最好是尽快出来调节一下，好吧啊？我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你呢，会有一些收获的，行吗？一个人的条件就能让你很幸福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呀。93年的一个女生哈，看了一个又一个男生的资料啊，挑来选去的哈，都不太满意。他不是太高了呢，就是人太瘦了哈；不是工作不好呢，就是收入不够；不是房子太小呢，就是负担太重了；不是没眼缘，就是没感觉。总之呢，没有任何一项短板他是能接受的。我就很纳闷了哈，我就问他，难道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你了啊，你就能幸福了吗，姑娘？这个时候啊，他才抬起头来，很茫然地说，我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才对哈，所以呢，我只能从这些外在条件上来做一些判断。那我就跟他说哈，一个女人，你找什么样的男人结婚才是对的呢？才能得到幸福呢？其实不是他的长相决定的，对不对？也不是他的财富决定的，对不对啊？能决定你婚姻是否幸福的，一定是他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是不是个有担当的人，人品好不好，事业心强不强，对你怎么样啊？他的家庭观念如何？他的原生家庭是否和睦幸福？在你需要他陪伴的时候，他能不能在你身边？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能不能帮你解决？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能不能安慰你？在你生病的时候，他能不能照顾你呢？在你失败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支持你、理解你？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他的人品是否对你们的婚姻有忠诚度，而他的教养能不能撑得起你们的生活中所有的摩擦？他是不是一个懂得去解决问题的人？一个能让你温柔的人啊，一定给了你极大的爱；一个能让你沉默的人呢，一定给了你极大的伤害；一个能让你暴走的人啊，一定让你受尽了委屈。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哈，一个好的人生伴侣，他真的是可以减轻你人生当中一大半的危机。容颜是会衰老的啊，财富呢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一个人的本身他才能够真正带给你幸福。你要记住一句话，宁可不嫁也不要错嫁，宁可晚嫁也不可乱嫁，因为嫁错人啊，比你不嫁人啊还要可怕。反正信不信由你啊，你现在知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呢？我有车有房能赚钱，我还要男人干什么呢？但凡说这话的人哈，我一听你说这话，我就知道啊，你的认知实在是太肤浅了。照你们的这个说法啊，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找个男人要个婚姻，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没房没车没钱，所以呢你才要一个男人来供养你，是吗？你要老公是因为你吃不起饭了吗？住不起房开不起车所以你才要个老公吗？我告诉你真正硬气的女人根本不会像你们这样说，他们会说，我有车有房有钱，我什么都不缺，我也要男人，我也要婚姻。我们要男人要老公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差呀我不会因为他有钱而嫁给他，我也不会因为他有房有车而嫁给他。我告诉你我比他还有钱，我开的车比他还好，我住的房比他还大，我只是因为我爱他而嫁给他。如果有一天他没钱了没事业了，我会硬气的说，没事的老公，钱没有了咱可以再挣，你没有了我还有。我能硬气的跟他站在一起，捍卫我们的婚姻和爱情，而不是为了几斗米而折腰，我去选择一个男人，选择一个婚姻，对吗？大家说呢？我跟你们说一个可怕的真相在未来愿意结婚的男人会越来越少的，因为男人现在越来越不需要女人了。原因其实也挺简单的一共有3点，有点扎心但是非常现实，而且第3点可能让你无法接受。第一点呢，男人这一辈子他都被金钱捆绑着，被责任压榨那现在的女人呢，
都去和有钱的男人谈感情，和没有钱的男人啊谈钱。一个月入2、3千的女人，她可以去刷爆信用卡，去旅游去玩，而一个月入过万的男人还是个穷光蛋。这每个月的房贷、车贷、父母的赡养费、儿女的补课费，男人一辈子都拼命的在挣扎呀。到头来呢，财产是儿女的，工资卡呢是老婆的，留给自己的只有无尽的委屈和辛苦的汗水。第二点啊，90%以上的女人啊都嫌弃或者看不起自己的老公，大多数的老公呢都被当做一个赚钱工具。现在啊，老公被老婆嫌弃的原因啊，不是因为没本事，就是因为没情调，所以啊，他们才会对其他的男人动心。我真的也是佩服了哈。最后一点啊，当今社会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女人如果没有钱呀，90%以上的男人呢都会养着她。但是反过来啊，当一个男人没有钱的时候呀，90%以上的女人啊都想远离他，生怕沾上他甩不掉。所以说男人啊，只能是选择一个人疗伤，一个人治愈。以上这3点就是男人不需要女人的原因啊。与其爱得那么卑微，还不如自己潇潇洒洒、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你去看一看啊，富人呢基本上不会娶美女的。大家觉得富人身边一定是美女如云啊，这确实没错。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富人的老婆，虽然没有特别丑的，但是基本上啊都是相貌平平，或者呢也就是中上颜值。但是这些女人一定有过人之处的，要么就是年轻的时候陪伴富人一起走过了那些吃苦的那段人生岁月的女人，要么就是家庭背景非常显赫的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要么呢就是平民当中样貌、气质、性格和内在都很出众的女人。就是这第3种啊，是很多普通女人呐梦想着能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原因。很多这样的女人起破了头也要来参与竞争。前不久啊，我这里就来了一个女孩，长得是挺漂亮的，一问她的择偶要求，我就觉得她不太可能。她说就想找一个让她直接财富自由的人，否则呀配不上她的颜值。我就问她，那你说的财富自由的标准是什么？年入100万、1000万还是什么样的？她淡定地说啊，年入100万可能连大城市里边中产都达不到吧，至少存款都得过亿才可以。这种人呢，至少都是得开劳斯莱斯别墅1、2千平的那种，年龄多大我倒是不介意的。他看我面有难色啊，就说你这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说有是有的，但是不知道你符不符合他的标准，要不你等一下，我先跟这个男士沟通一下。于是呢，我就拨通了一位身家过亿的男士的电话，我把这个女孩的基本情况跟这个男士说完了之后啊，男士说美女谁不喜欢啊，但是要娶回家的女人的话，我还是希望她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特长，长相这块我反而可以，不需要太漂亮的。我京郊有2000平的别墅，还有4辆200万以上的车，然后我的年收入大概5000多万吧。漂亮的女人我不缺，我并不是说她的颜值不够，而是我没有看到她有别的什么特别的长处，学历也不算高，受教育程度也不够，家庭背景也一般，这些都没什么。但是这样的女人呐，我一抓一大把，有的是啊。再说了，美貌这个东西又能持续几年呢？用几年的美貌想跟我换一辈子的财富，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太亏了？说实话，我要娶个老婆的话，这种类型的就不用给我介绍了，我还是希望找一个人美心善，受教育程度高一些，有优良的女性传统美德的，对我的家庭和事业都有一定帮助的女人。这个女孩听完啊，说哎，无所谓了，我有的是人追。那我就说啊，姑娘，你的美貌确实能引来很多人追求，这其中也不乏有钱人，但是他们追求你不代表他们会娶你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富人都是很聪明的，他懂得一个女人要是娶错了，稍有不慎，一辈子的江山啊，可能都毁在这个女人手里。他们考虑的可没有你们那么简单，你们觉得呢？现在啊，结婚率低，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啊，适合结婚的女人呐，真的是很少的。你看啊，有一大部分的女人呐，成天的做梦，想嫁个大老板，找个有钱的人，过上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奶奶生活。
那普普通通的男人怎么会被他们放在眼里呢？他们自己真的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成天事儿特别多心比天还高。最可怕的是那些女人还超级的自信，觉得是男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难道你以前是公主还是富豪的女儿啊？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都不会替这样的女人说话。他们自己一个月也就挣2-3千，还瞧不上人家一个月挣好几万的人。那么还有一种女人她们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也非常优秀，物质条件也很丰富，她们就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觉得才对得起自己的优秀嘛，才对得起多年的奋斗嘛。但是她们又多少有点强势，而且年龄还大。优秀的男人只想找青春靓丽，哪里会找这种人老珠黄嘛？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有些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她还不想生孩子养孩子，也不会照顾老人也不会照顾老公。大小姐的脾气还不好，动不动就闹离婚，成天就琢磨一件事儿：老公给我多少零花钱，你给少了就是你没本事，瞧不起你。娶了这样的女人一旦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娶回来了一个祖宗有的男人真的是生不如死。其实这些女人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了这些男人，她可能连饭都吃不上。那你就说这样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男人找这样的来干啥？难道就是为了娶一个连孩子都不愿意生的女人回来供养着吗？现在的男人不光得会挣钱，你还得会干家务活，你得懂浪漫，会幽默，真的太累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想轻易结婚了嘛。你们说我说的对吗？